铮铮，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宅宅玩具开箱，我是邪哥啊。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呢是这一款我今年最期待的一款玩具 ，MB 系列魔改之后的神龙斗士龙神丸啊。神龙斗士是那个什么啊，以前国内这个动画片翻译的名字哈，叫习惯了，一直都叫它神龙斗士啊。其实它的真名叫龙神丸哈。啊，这次的龙神丸呢，在 MB 的加持下呢，采用了很多的金属关节，同时据官图所示啊，里面呢它的身体内部呢有一条合金的主关节是以一条龙的形态来呈现的。这个东西呢，一会儿我们在开箱的时候慢慢看一下啊。同时呢，它的尺寸比其他的这个同期玩具，像以前的这些龙神丸和什么邪虎丸这些要大出来很多哈。这是大比例的这种神龙斗士的一个改动，还是很期待的啊！这款神龙斗士呢，它只是一般店发售啊，不是魂线，所以说现在大家应该还可以买到吧？价钱应该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啊。如果它是魂线的话，我觉得可能就有点难搞了，价钱可能就有点上去了。像这次这个刚要出的10周年的强袭，我也是好不容易才搞到一款啊。但什么时候我能拿到就不清楚了，希望大家和我一起耐心等待，拿到第一时间给你们开箱啊！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一下。好了，我们来开箱这款神龙斗士。来，我们现在打开看看啊，这盒子还是非常的大的，看一下。首先出来的一层吸塑，上下2层吸塑现在。或是里面的一个，好，本体出来了，一个说明书啊，这就是我们龙神丸的本体。然后这边呢是它的武器的剑啊，然后2对这个什么东西来着？雷龙拳的2个特效剑，然后2对手型，然后这应该是2个地台的连接键啊。这边是它的地台，后面是吧？没有，就是单独的一个地台啊。然后有个龙的刻画，然后这边是应该是在动画版里面出现了一些符文的一些 logo 这些啊，也是很细心、很不错的。我们直接打开看看。好了，最让人激动的时候终于到了。怎么头掉下去了？怎么回事？我不会中奖吧？还是它就是这样设计，要自己安装上去？别吓我啊！哇！怎么回事？会吧，这个应该没有断吧？等我看看啊！别吓我啊！我这人胆子小，不惊吓的，你别这样子啊！这个一个海运寄过来，这整块玩具报废，我觉得就有点过分了。这个应该是这样子啊。趁它头掉了，我们先看看内部好不好？我们看看，它内部这一块全部都是一些合金的部件，然后肚子这里呢，肚子这有个珠子啊，像是龙珠一样，然后碰一碰它，看没，有点轻微的可动。然后下面这个应该是个牙齿一类的东西，然后大家看看这里能不能看到啊？这里一节一节的，像一种龙脖子那种感觉啊，然后腰部的可动相当的可观，然后它的龙头应该是在上面啊，应该在脑袋这儿，应该在这里面啊，看到没？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清楚看见啊？我从正常看可以看出来，看龙的眼睛，然后鼻子这些应该都在这儿，这应该就是我们主角乘坐的个地方。我们轻轻的给安上去啊，我有点怕，我这突然打开脑袋掉了，有点把我吓到了。你不要吓唬我啊！我胆子小啊，真的。好啊！吓中了，好，安上了。锁匙被吓了一跳，把盒子先拿开。这就是我们龙神丸。然后它的地台呢是那种不是插孔式的那种，它是让它屁股坐在上面的那种。一屁股坐上去那种啊，先放一边去。然后呢，不好意思，碰到摄像头了。然后我们来简单的把它组装起来。这个呢是它后面背剑的一个小的卡扣，应该没有正反面吧，两边看上去都一样。
对准后面的小扣，插上去，然后把它斜过来，应该是要斜过来啊，斜过来摆放。之后再把它的这把灯笼剑插进去，就完美的展示出了我们神龙斗士应有的样子啊！好啦，我们 MB 龙神丸的整体展示就在大家眼前了啊，还是很不错啊。但不知道为什么以前它这种粗大腿、短手、短身体、大脑袋这种设计，以前觉得它好帅好酷哦。现在看上去感觉有点怪怪不协调啊，但是还是非常喜欢的啊。在细节和漆面上呢，我比较喜欢的就是它这个肩部这个龙的刻纹，还有它的龙角啊，属于那种金色的电镀涂装。然后身上呢就是一种珠光漆的那种效果啊，大家可以看看啊，因为是这个金属电镀涂装，所以说沾上指纹这些是无可避免的一件事情啊，没有办法的事。所以说把玩的时候呢，我们尽量注意一点就好了。好，我们刚刚看它的漆面，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可动性啊。首先我们看它的整个这个手臂呢，龙爪子是可以抬起来的。然后这个前面这个小盖板大概可以动个20度的样子。然后整个胳膊旋转360，无压力啊。然后手腕这是球形关节可以替换，所以没什么。手臂也可以旋转，但是有点紧啊，它是金属的嘛，所以说有点紧啊。然后它的这个整个手臂呢，刚刚看了有3段的联动关节啊，大家注意看啊。首先你看第一次的联动，然后再往上面走，那这是第2段联动。然后最后这里3段啊，整个呢基本上可以做到一个180啊，手可以完美的碰到这个龙雕的图案啊。然后在它胳膊内部的这里呢，这里是可以拉出来的，大家在玩的时候这里慢慢拉啊，有点紧啊。好，可以近一点给大家看看啊，很明显的一个金属关节，看到没？大家看看。这金属关节还是很明显的啊，它拉出来之后呢，手臂的上抬就可以做到更大的一种程度啊，然后就可以往头部这里集中，这样子，灯笼剑的造型可以这样子完美的摆放出来啊，就因为这个活动关节，看到没？出来很多啊，再按上去。然后腰部的可动呢，我们在它装头的时候已经看过了啊。然后它的后面这里呢，额头，看它的头部这要把这块盖板先弄下去，然后头部呢可以做到一点轻微的向上抬，它的头可以拉上去啊。哦，不好意思，又把这个头拉掉了，算了，不动它了。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腿部吧。腿部这里就已经很明显的可以看到一块金属的关节了啊，然后在胯部这儿是一个球形，再包另外一个球，再包一层包一层，所以它这个活动，先把手拿上去，前后左右的活动呢，并不是很大的，看好后踢，前踢，180没问题啊，只是有一点点紧啊，是金属关节嘛。然后，但是有一点点，看没？有一点点软啊，可能因为太重了。然后像脚部这儿，里面这里也可以很明显的看到金属关节啊，大家看看，这很明显的，因为灯光的效果啊，它这个反光有点严重，所以说看得不是很清楚吧。然后在脚掌的可动呢，也可以做到一个，你看内八。外部，然后颠下去啊，这些都是可以完美做到的。后面也可以做到一点点的可动，问题不大啊。然后在把玩的时候，我看了一下，我这个神龙斗士又中奖了啊！大家看到没？我龙角断掉了，不知道是我在装头的时候掉的，还是说拿来它就有掉了啊？但是我看很多厂商他们都有出现过这种天上
不是天上，头上这个龙角断的问题啊，哎，一会儿我们再来修理一下吧。好，我们现在再来看看它的配件方面啊。首先配件方面呢，它这个灯笼件握柄这块呢是那种属于暗红色吧，颜色比较就是黑，有点黑红那种感觉。然后往上面走，这里开始有点变浅了。然后刀身呢也是啊，从底部慢慢往前啊，颜色是越来越浅，你知道尖端啊变成金黄色，整体看上去还是很有质感的吧。然后整把刀也是由细变粗，大家看到没？还是很不错。然后这两对是雷龙拳的手型，然后这个很简单，雷龙拳就拿成这种手型，给它从这里面给它扣进去，插进去就好了。对着缝插进去，再插到我们龙神丸身上就 OK 了啊，非常 easy 啊。然后它的这替换的手型呢是有一点软胶质那种，可以轻轻的掰一掰啊，软胶的那种。然后这两对是灯笼剑手型。哦，对了，刚刚忘记给大家讲了啊，我们龙神丸的这个手呢，它在这个是带有一点点的关节可动，看到没？首先根部，然后指头尖尖这儿啊，有一点点可动，3个指头都是一样的。然后这边就没有可动了，因为是软胶，所以说这边没有可动。然后最后地台这些东西我都讲过了啊，它是那种拖裆式的地台啊，不是插进去的那种。我跟你讲，何为拖裆？拖裆就是很简单，就是放上去好了，完了，它就放好了，这就是所谓的拖裆啊，它没有任何的固定，所以往前面走还是很晃的，所以摆放的时候还是要注意一点，摆放好一点啊。这就是它所有的配件了。好，我们今天这款龙神丸所有展示就到这儿了啊。本来想给大家摆几个造型看看的，可是在我准备摆造型的时候呢，出现点悲催的事。大家看看，我手型的这个连接件断在里面了。我这分钟真的是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了啊！这下心在滴血的感觉啊！真的，好不容易买一款新的喜欢的一款玩具，最后出现了这种事，我也不知道能不能修补上。就算修补上了，可能也只能用着这个手型吧。然后就大家注意吧，我推测应该是我这一段第3段这个手腕这块关节太松了，然后我在用力装这个手型的时候呢，它往上面突然它突然移动了，所以导致了断件。所以如果说大家也在玩这款玩具，或者说是准备买这款玩具的话，如果在换手型的时候呢，记住啊，一定要这样子按着这一块，不要让它移动，然后再来换手型，不然很可能又出现这种松松的，然后和我一样的断件情况。这右手基本上就已经废掉了。所以说我们的招牌灯笼剑的手型已经没有办法在我这儿展现出来了。哎，我真的是很伤心，希望能修补一下吧，不然这么贵的一款玩具，我真的也是，哎呀，难受死了，真的。希望大家给我点支持，帮我点个赞，订个阅，给我一点心灵上的安慰吧。然后以后玩这些比较贵重的玩具呢，还是多小心一点比较好，这种坏了真的是悔不该当初啊。好，行吧。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谢谢大家的观看，我是邪哥，我们下期视频再见。